俗话说养肝就是养命，所以不管男女都应该好好保养自己的肝脏。那么肝不好的朋友可以常吃2种野菜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第一种蒲公英，蒲公英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野菜，而且营养价值很高，可以用来炒菜、做汤、生吃。那蒲公英入肝经、胃经，有非常好的养肝护肝、降肝火的作用，所以肝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的吃一些。第二，荠菜。荠菜是一种常见的野菜，每年到清明节前后就会有漫山遍野的荠菜了。那荠菜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纤维素，具有养肝排毒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的吃荠菜也能够帮助养肝护。引起血糖高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睡觉也可能会引起血糖波动。那下面的3种睡法尽量要避免。睡眠时间太长，如果睡的时间太长，很容易引起血糖升高，因为血糖在凌晨4点到上午9点这个时间段最容易升高。如果睡的时间太长，没有及时的吃早餐，那么就会引起血糖混乱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睡眠时间少，其实如果睡眠不足也会引起血糖升高。因为睡眠不足会减少体内的褪黑色素，而褪黑色素和胰岛素分泌有一定关系。如果褪黑色素减少，那么也会影响胰岛素分泌，这样就容易导致血糖升高。开灯睡觉，很多人有开灯睡觉的习惯。开灯睡觉会影响到人的激素水平和神经功能，而且还会导致褪黑色素减少，这样影响睡眠质量，也会使人血压高了。我们要吃降压药。那除了降压药，日常还可以做好4件事，对平稳血压也是有帮助的哦。第一个，要慢慢起床。如果起床太猛，容易使血压快速上升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早上起床时要慢慢起床才行。第二个，要晚饭后散步。血压高的朋友，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可以适当的出去散散步，这样可以放松身心，对促进睡眠、稳定血压都有帮助。第3个，不要剧烈运动。虽然运动可以强身健体，但血压高的朋友注意不能够做剧烈运动，这样也容易使血压升高。所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，适当的做，有助平稳血压。第4个，不要猛回头。猛回头容易导致大脑急性缺血，使人出现头晕、恶心等不适。所以血压高的人记住也不要猛回头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血压高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血压高的问题。其实血压高很可能是吃出来的。那下面的3个饮食坏习惯，你看看你有几个？喜欢吃菜汤，很多人喜欢用菜汤拌饭吃。虽然这样吃很好吃，但是菜汤里容易存留大量的盐分，吃多了容易引起血压升高。喜欢吃腌菜，不管是自己家腌制的咸菜还是外面卖的，腌菜中都会加入大量的盐，如果盐分超标，对血管健康不利，也会引起血压升高。喜欢喝饮料，饮料中不仅含有大量的糖分，也含有钠。如果经常喝饮料，不仅会使血糖升高，也容易导致血压升高。所以喜欢喝饮料的，希望你尽量改善。大家是不是发现，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血压高的问题？如果血压高，那平时就要多注意饮食和作息习惯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血压高的人要尽量避开2件事。第一，多吃盐。血压高的人平时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，如果摄入过多的盐分，很容易刺激血管，导致血压升高，所以大家要尽量避开。第二，生气。经常生气会让人产生紧张情绪，肾上腺素分泌也会增加，不仅影响心情，也会使血压升高，所以大家要少生气。那血压高的朋友，平时可以常吃一种食物哦，那就是芹菜了。芹菜的营养很高，其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，能控制钾钠平衡，维持血管健康，对稳定血压有帮助。我们身上的血液滋养着全身，如果血液中存在垃圾，血管就会堵塞，影响健康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几种血管的清道夫，经常吃可以让血液干净，血管更健康哦。海带，海带中含有一种胶质，这种物质可以和血液中的有害物质结合并排出体外，对清理血液垃圾有帮助。猕猴桃，猕猴桃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胡萝卜素以及矿物质，可以增强血管的柔韧性。
黑豆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纤维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保护血管有帮助。荞麦含有多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，还含有胆碱、维生素 B1、B2，经常吃有净化血液、强健血管的作用。青椒含有的营养也很多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和叶绿素能够清理血液垃圾，防止血液凝固。血液粘稠很容易导致血栓形成。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上可能有2个信号，自己要留心。信号1，视力模糊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以为视力模糊可能是年纪大了的事儿，其实还有可能是血液粘稠，血管堵塞了，导致视网膜供血失常，就出现了看不清东西的情况。信号2，总是头晕。如果经常感觉头晕，尤其是早上很明显，也要小心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该如何改善和预防血液粘稠呢？平时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海带，海带吃法有很多，可以凉拌，也可以煲汤。那海带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胶质，有很好的净化血液的作用，经常吃可以防止血液粘稠，预防血栓。第二种，芦笋。芦笋软嫩可口，是开胃助消化的食物，营养也很丰富。那芦笋中含有大量的芦丁，可以加强血管壁弹性，清理血液垃圾，对预防血栓也有很大作用。粘稠是血液垃圾多的一种表现，如果放着不管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危害的。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体可能会有2种表现，别忽视了。晨起时头晕，如果早上起来感觉到头晕、大脑不清醒、无精打采的，那么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四肢麻木，当血液粘稠时，血管很容易出现堵塞，影响血液循环，就可能会引起四肢麻木，这也是血液粘稠的一种表现。那当血液粘稠时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想要养血管，可以常吃3种菜。1. 洋葱。洋葱是生活中常吃的一种菜，营养价值很高。洋葱中含有一种叫前列腺素 A 的物质，有扩张血管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增强免疫力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2. 苦瓜。苦瓜虽然吃起来有点苦，但却含有很多营养元素。苦瓜中含有大量的苦瓜皂苷，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脂肪，有保护血管的作用。3. 茄子。茄子中含有很多维生素 P 和皂苷，有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，经常吃一些也能够养护血管健康。瘾大的人这3个时间段不要吸烟，肺部可能会感谢你。第一个，饭后。很多人喜欢吃完饭后吸一支烟，都说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。当我们吃完饭后，血流量会增加，这时吸烟很容易让烟中的有害物质快速的被吸收，要比平时吸烟危害更大，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间段吸烟。第二个，早上起床。对于烟瘾大的人，喜欢在早上上厕所的时候吸烟。虽然吸烟可以提神，但是早上吸烟，尤其是在空腹的状态下，很容易刺激支气管，时间长了会导致支气管炎。所以早上起床后也是抽烟的大忌，大家尽量不要抽。第3个，喝酒时。喝酒时吸烟是大忌，因为一边喝酒一边吸烟会加重有害物质对身体的伤害，时间长了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好。所以喜欢吸烟的人，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，上面的这3个时间就尽量不要抽烟了，这样肺部也会好受一些。平时可以多喝一些有清肺作用的茶饮，这样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阳气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想要人体正常运作，那么是离不开阳气的。如果阳气不足，那么人也很难长寿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有很多行为都在损耗阳气，快看看你是不是也有。第一个行为，长期吹空调。随着空调的普及，炎热的夏天，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内，尤其喜欢让空调直吹自己。如果这样时间长了，很容易影响血液循环，导致寒气入侵，有损阳气。第二个行为，长期熬夜。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，而且也很损耗阳气。如果身体长时间得不到休息，阳气下降，诸多疾病也会找上门，不利于人长寿。所以如果不想损耗阳气，上面这2个行为最好不要有。除此之外，想要守住阳气，还有2个小方法，大家不妨试一下。
第一个是多用热水泡脚。如果每天坚持用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同时刺激到脚底的涌泉穴，对增强人体阳气有很大帮助，同时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第二个是多拍手，拍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，人人都会。在我们手上呢，有很多的穴位和经络。经常拍手可以震动阳气，推动全身的气血运行。每天拍手5分钟左右就行，对补阳气有很好的效果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